请问中国最年轻的首富是谁？很多人可能会脱口而出黄光裕。没错，黄光裕登顶首富时仅35岁，但他依旧比不过另外一个传奇人物，31岁就当上首富的陈天桥。跟现在年轻人提起陈天桥，估计90%的人会一脸茫然。但若提让他发财的网游传奇，那绝对是刻在70后、80后脑海里的回忆。2001年创业2年颗粒无收的陈天桥，赌上全部身价30万美元，飞往韩国拿下了热血传奇的代理权。就这款在今天看来画面拉垮、玩法单调的网游，当年却创造了中国网游史上的奇迹，一举拿下了全国67%的市场份额。当时网吧里的年轻人不是在打传奇，就是在打传奇，盛况空前。2年后，陈天桥被第一批网瘾少年抬进了纳斯达克，身价飙升至150亿元，成为全国最年轻的首富。现在30多岁的年轻人烦恼的是自己会不会失业，30多岁的陈首富烦恼的是怎么样能让全国的家长不骂自己。传奇大获成功的另一面是培养了全国第一批网瘾少年。在 IT 界，陈天桥是受人尊敬的网游教父，但是在家长口中，他是贩卖电子鸦片的罪人。这样出身知识分子家庭，渴望主流认可的陈天桥万难接受，于是他决定转型，不做网游教父了，还要做中国的迪士尼，为千家万户送去欢乐。中国迪士尼的战略核心事务世纪顶盖。彼时国内的广电正处于从有线电视向网络电视转型的阶段，陈天桥敏锐地抓住风口，从微软挖来大批工程师，让他开发一款集电影、电视、游戏、唱 K 于一身的家庭娱乐终端盛大盒子。结果陈天桥输在了生不逢时。2005年，广电总局叫停违规的互联网电视内容，加上盛大盒子发售后销量一般，最终导致盛大巨亏数亿，团队解散，转型失败，令盛大在网游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泡泡糖、冒险岛、龙之谷赢了市场，却输了口碑。陈天桥望着账上花不完的钱，陷入了更大的焦虑。这种焦虑最后演变成了惊恐症。陈天桥说，他有一次坐飞机时，惊恐症突然发作，浑身冒冷汗，手脚不受控制的颤抖，整个人被濒死感包围。从此他只能改坐高铁出差。自己明明这么有钱了，为什么偏偏得了多少钱也治不好的病？巨大的无力感促使陈天桥在2010年做出了一个震惊商界的决定，举家移居新加坡。他将个人、家庭以及公司的顶层架构统统转移走了。理由是新加坡的环境适宜惊恐症的康复。陈首富一走就是16年，行踪成谜，以至于国内渐渐忘了我们还出过这么一位年轻的首富。直到最近，陈天桥突然现身上海，高调斥资2个亿买下了一栋4星级酒店，才让他又火了起来。这栋地处上海市中心的酒店原本是一家材料公司的资产，2020年被抵债卖给了一家物流公司，后经改建成了大酒店。陈天桥为何会在此时回归国内买楼呢？直接原因是这栋酒店太便宜了，物流公司买来时是2.1亿，外加装修、运营费用，等于1分钱没赚就卖给了陈天桥。环比周围每平10万元的楼价，陈天桥相当于7折捡漏了。更深层次的原因是，现在有条件的人都在捡漏楼市，比如拼多多的黄峥也消失了，但是2个月前罕见出手，斥资33亿在陆家嘴买了一栋大厦。自建的张一鸣61亿连续在北京拿了2块空地。要知道他一向反对公司买地买楼的，认为这么做会让公司失去活力，现在连他都出手了，只能说时代变了。再如刘强东，北京、杭州、香港、南京，那叫一个买遍全国地产。难道互联网公司准备集体转型做房地产了？非也，他们是在利用核心地段资产价格处于低位的历史机遇，将手头的部分现金转变为实实在在的重资产。这么做有2个好处，一是对于这些大厂来说，反正每年租办公室也要花几千万，不如一次性投个几亿，相当于一次付清未来10几年租金了，划算。二是这些楼买进来都会变成公司报表里的固定资产，未来随着楼市的持续回暖，这些固定资产价值也会水涨船高，不断充实公司的账面资产，有赚。看懂了吗？什么叫逆周期投资？这就叫逆周期。但看懂了，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也没用，手里没钱，再好的机会也白瞎。回到陈天桥，这次时隔16年重新在国内买楼之夜，也揭开了他在海外构建的庞大资产版图。得益于新加坡便捷的资金渠道，陈天桥先是在美国花8500万美元买下了一块比新加坡还大的土地，占地19.8万英亩，随后又向美国顶级名校捐赠了1.5亿美元，希望他们能解开惊恐症之谜。消停2年后，陈天桥又在加拿大买下了50万英亩的土地，成为北美排名前100的大地主。此外，他还买了纽约曼哈顿大厦、洛杉矶的庄园和新加坡的洋房。更牛的是，如今的盛大也完成了剥离游戏业务的华丽转身，将游戏业务卖给了世纪华通，文学业务卖给了腾讯。陈首富将折现的钱投入到了前沿科技领域，成立了多家涉及 AI 脑科学领域的公司，并且表示自己的 AI 不会与其他厂商拼参数，而做小而精的智能体，主要服务于科学家，能让他们更方便的做各类研究。同时，为了展现自己一碗水端平，今年他也向国内的科研机构捐赠了5亿元。最近有消息称，陈天桥的妻子悄悄出售了新加坡的洋房，结合上海买楼分析，难道陈首富的惊恐症好了，准备彻底回国了吗？或许对于这位年少成名的首富来说，回不回国已经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和自己和解，找到了一个让惊恐症不再复发的方式。